我亲爱的游戏旅行。调皮老爸今天要来带各位去台中好玩的室内游乐园——乐米乐园台中北欧馆，600平北欧风游玩大空间，异想新乐园，全台最大3000平室内亲子乐园。这2个室内游乐园，不管是游玩的设施或是餐点的选择，都非常的多，很适合在这里从白天玩到天黑。第一站，我们来到了乐米乐园台中北欧馆。乐米乐园台中北欧馆位于秀泰生活台中站前店 S2 馆2楼。开车前往的话，可以将车停放在地下停车场，或是附近的收费停车场。这边先提醒大家，虽然乐米乐园是在秀泰生活馆的2楼，但在乐米乐园的消费不能折抵秀泰生活馆的停车费。我们将车停放在秀泰生活馆的停车场，搭乘电梯到2楼之后，会先看到金石堂书局。穿过金石堂书局后，看到巨大的恐龙化石，我们就来到了乐米乐园台中北欧馆。在入场前会戴上手环，并且把鞋子放在入口处的鞋柜。戴上手环之后，就可以自由进出游乐园。一进到游乐园，就会发现，哇，有好多通道可以走哦。要从哪里开始玩呢？别急别急，我们有1整天的时间可以玩呢。我们先走左边的通道，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吧。一来到左边的区域，会先看到家长休息区，这里有超多沙发椅可以坐着休息。每个座位旁边还有充电的插座，可以自备充电线来这里充电。围绕在休息区四周，有一个弹跳床游戏区，2个超大的球池区。每个游戏区都是用透明的玻璃隔开，所以即使家长坐在休息区，也是能在休息区的位置上看到小朋友游玩的情况。当然，如果我们能够全程陪伴他们玩耍，相信他们也会玩得更开心，我们也会留下一起玩游戏的美好回忆。Hello。我要爸爸抱。这一区金黄色的球池区比刚刚的蓝色球池区还大，从超大的溜滑梯上面俯冲到金黄色的球池里，超级好玩的。弹跳床旁边有一堆彩色的方块，方块是软的，像海绵一样。旁边还有蜘蛛人的衣服可以穿，穿上去之后就可以跳到墙壁上，并且粘在墙壁上。接下来我们来到右边的游戏区，一进来会先看到小朋友的攀爬屋以及恐龙考古沙石。这一区的沙子是白色的塑胶颗粒，不会粘在衣服上，衣服沾到了，轻轻一拍就会掉落下来了。这里除了有各种挖沙的玩具，还可以变成小考古学家，体验挖掘化石的乐趣。恐龙考古沙池的对面是小朋友的攀爬屋，很适合1岁以下的小朋友在这里爬上爬下。他去哪里？起来了。继续往里面走，还有更多好玩的玩具呢。这里有个超市可以逛，里面的东西超多的，可以让小朋友认识到很多种类的食物。老板结账。OK， 这个是80元。给你。谢谢。让小朋友选好自己的食材后，再到厨房煮自己喜欢的食物。厨房的空间很大，厨具也很多，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发挥，做出他们的创意料理。
在厨房的旁边是小小赛车场，里面有超多模型车可以选，让自己喜欢的车子在巨大的轨道上奔驰。除了玩模型车，外面还有小车车可以坐哦。玩累了，可以在餐饮贩卖部休息一下。这里有卖很多种点心及饮料。从这里可以通往洗手间。在上厕所之前，记得先穿上室内拖鞋哦。午餐除了在乐园里面用餐，也可以走到外面去其他地方用餐。我们午餐来到了3楼，这里有蛮多餐厅可以选。我们选了一家铁板烧用餐，让小朋友饱餐一顿后，再继续尽全力的大玩特玩。这一层楼还有汤姆熊欢乐世界，既然都来到这里了，也让他们玩一下吧。第2站，我要带他们去异想新乐园。异想新乐园位于台中大里艺术广场的 B1， 跟乐米乐园一样，都是位于大型的购物商场里面。不管是乐米乐园或是异想新乐园，都是在这里面玩上一整天，有的吃也有的玩。乐米乐园的游乐区已经很大了，而异想新乐园的游乐园面积又比乐米乐园大很多，整个地下1楼3000平都是游乐园。异想新乐园有分9大游乐区，每个游乐区的面积都很大。购票的方式有分单买1区、买3区或买全区的门票。我们这次来玩，刚好遇到暑假期间的优惠，799玩全区游戏，家长需要买100元的陪玩票。这里要提醒一下，如果要游玩 VR 弹跳床，需要再另外花费349元买 VR 弹跳床单区的票。在售票处的旁边就是美食广场，这里用餐的选择非常多，真的可以在这地下1楼的空间玩上一整天。第1站，我们先来去运动农场。在前往运动农场的路上，会先经过探索乐园，这个关卡要身高120公分以上才可以游玩，全程要戴好护具，并且攀上2层楼高的网绳，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关卡。因为小朋友们的身高还不够，等我们长大再来玩吧。要前往运动农场，必须要先经过一个吊桥，这个吊桥下面就是卡丁车的跑道，吊桥非常的摇晃，走起来很刺激。爸爸贴，爸爸贴，要放手了。对，要把它先。好，很棒，完成，好，成功，成功了，鱼尾成功。这一区最好玩的就是滑槽，拿着专用的滑板从草地的山顶上滑下来，这个坡度蛮陡的，滑下来的速度也蛮快的，非常好玩。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棉花糖，可以在上面蹦蹦跳跳。如果家长不想再另外花钱买 VR 弹跳床的门票，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在这里跳。下一站，我们来去家家酒，这里的食材选择很多样，还有让1岁小朋友玩的小小溜滑梯。这里有2个沙池，一个是白色塑胶颗粒，另一个是比较大颗的木头颗粒。木头颗粒的沙池踩在上面有种脚底按摩的感觉。厉害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我们要去无敌淘气堡、神网迷宫，这2区是互通的，真的很像一个超大迷宫。不管走捷径或是秘密通道，都可以走到溜滑梯，而且走一走
还有可能走到没路呢。下一站是 VR 弹跳床，这里整片游乐区都是弹跳床，园区非常的大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分配到一张弹跳床。在这里行走的时候，记得走在弹跳床边缘的走道哦。我们的午餐及晚餐都在游乐园旁边的美食广场用餐。这次介绍的2家室内游乐园我都很喜欢，2家的游玩空间都很宽敞，而且用餐也很方便，都是让小朋友放电一整天的好地方。下个礼拜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吧！台北老爸，祝你有个开心的一天。